兽医店的耗子药可是畅销产品，因此储备的量也不少。很快，张毅就找出来2箱，一共30多瓶的耗子药。这个分量，想要死300个人的话，应该没问题了。就算是吃不死他们，起码也吃出个内脏衰竭，得不到治疗也是必死无疑。张毅看着手里的小瓶子，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。他们不是让张毅帮忙收集食物吗？没问题啊，他们不怕死。张毅当然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只能说感谢他们对张毅的信任。不过下药的事情不可以着急，尤其是一开始的几回，他们肯定小心谨慎，让别人先吃。但是他们能次次都那么小心吗？张毅觉得他们做不到，尤其是现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。而老鼠药的发作时间在10到30分钟，他特地去查过了。就算他们让人试毒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懂这方面的知识。找个合适的机会，把你们全都要杀了，这是最好的结局。张毅微笑着把老鼠药都给收进了自己的异空间当中。搞定了老鼠药，张毅并没有着急回去，毕竟他要表演出费尽心思才找到300份食物的模样。走出了兽医店，张毅看了看周围，几乎全都是卖廉价衣服和内衣裤的。忽然，他的脑海中产生了一个想法：衣服我不缺，但是燃料我还是挺需要的。这些衣服大多是化学纤维，烧起来对身体的危害很大，烟雾又黑又浓。嘿嘿，到时候对付那些躲在楼里面不肯出来的漏网之鱼绝对好使。张毅这个想法一出，高兴的直拍手。他觉得自己就是个搞破坏的天才，似乎每一个男孩子从小的时候起就是搞破坏的天才，而且一想到可以光明正大的放很大的火，还没有人管，他的内心竟然开始期待了。谁还不是个熊孩子呢？嘿嘿，张毅说干就干，用异空间把乱七八糟的衣服都给收了进去。没过多久，几十个店面的衣服都进入了他的空间，多的他也不要，燃料够用就好了，要那么多干嘛？里面那么多廉价的女士内衣内裤啥的，要是留着他都觉得自己变态。张毅等到时间差不多了，才又去了一趟开发区的万达商城。下面的那家永辉超市很大，搞到300份食物简简单单，看这个样子再维持个把月都不成问题。毕竟他只负责维持基本生存的食物，又不是让他们吃到饱。这些垃圾食物他用蛇皮口袋装起来，然后拆下来2块铁皮绑在自己的雪地摩托车后面，这样一来，一个简易的爬犁就做好了。做完这些，张毅开上摩托车返回了岳麓小区。此时下午5点钟左右，天色更加的暗了，小区里已经没有了人影。他们能够在外面劳动的时间有限，不可能真的干上一天。张毅谨慎地掏出手枪，咔嗒一声拉上保险，然后走过去观察了一番。雪地上被挖出来许许多多的坑，雪则是被堆砌到了外围的地带。张毅大概估算了一下，就这些劳动量，起码他们也得忙活2-3个小时，也差不多了。缺1少10的状态下，干了那么久的活，他们的体力消耗一定很大。我很想看看，他们发现自己辛苦劳作了一天，却发现承诺的食物没有到手之后，会是怎样的绝望和疯狂。张毅的语气冰冷，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小事。他从怀里掏出手机，联络尤大叔和姜磊。李成斌带人过来，很快尤大叔他们就拿着武器出来了。看到张毅真的带回来一大堆的食物，姜磊他们吓了一跳。张毅从哪里搞到那么多食物的？大家的眼睛里面满是狐疑。过去张毅每天只带回30份左右的食物给他们吃，没想到这一回竟然搞到了10倍的分量，这让他们的心里有些不平衡，认为张毅是在对他们搞饥饿营销，故意不让他们吃饱。张毅拿着手机，一边通知那些楼长派人过来领取食物，一边漫不经心的解释：我这次特地跑到远一点的地方找的，城市很大，越远的地方就越危险。以前我不想去那里，现在情况特殊，不得不去找找看。毕竟天寒地冻，离开家的地方越远越危险。有邻居点了点头，说的也是，张毅每天出去找食物，风险很大。我也觉得，如果车子抛锚了，那可就糟糕了。李成斌看着张毅，却微微皱起眉头，显然对张毅的说法不是很相信，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是默默拿着武器站在一旁。不一会儿，其他楼的人都过来了，但是来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个栋楼的楼主，只是他们派来的手下。张毅心中发出一声冷笑，这些家伙真是够谨慎的，担心被他给一锅端了。张毅也不多说什么废话，从第1栋开始，一个个过来领取食物。他掏出一把匕首，把蛇皮口袋扯开，里面早就被他用大号的塑料口袋装好了食物，一袋子就是10人份的食物。张毅弯腰捡起一袋，然后就丢到面前2-3米外的雪地上，让他们自行捡取。那些人也不多说废话，捡了东西就走。很快物资就分完了，张毅又让25楼的人回楼道里集合，给他们也分发了物资。大家的脸上这才露出了愉悦的表情。分发完食物，张毅脸上的表情比往常都更和煦，他笑着对所有人说道：从今以后大家就不用老是那么紧张了，虽然不能放弃手中的武器，但大家已经看到了黎明的曙光，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邻居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激动之情尽在不言之中。若是真的能够那样，哪怕是每天都需要劳作，他们也没有任何怨言。张毅笑着拍了拍手，好了，大家赶紧回去吧，明天还得继续干活呢。大家伙听话的回到各自的住处。这一天晚上，他们头一回能够稍稍放松下来，美美的吃上一顿饭。张毅计划用耗子药将300人给毒死，每天出去装模作样的收集食物，然后分给小区的邻居们。然后令人愉快的事情就要到来了，那就是笑看其他单元楼内部的冲突，瓦解敌人，从内部永远都是最快的。张毅回到家中，照例用手机的监控查看了一下屋内的情况，确认屋内没有任何异常。周可儿也在他自己的房间内，张毅才打开门走了进去。他给周可儿打开门，然后去痛痛快快的洗了个热水澡。在外面待了一整天，防寒服让他不会被冻伤，但是皮肤仍然会感受到寒冷，导致毛孔收缩。只有打开淋
淋浴喷头，热水哗啦一声淋到头发上，洒遍全身的时候，他浑身的戒备才会放松下来。张毅伸手用力洗了把脸，感觉自己无比的幸福。这样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了。重生已经有1个月了，张毅把当初害死自己的仇人干掉了绝大多数，而且复仇的手法绝对比前世他们对张毅的更狠。接下来，张毅清理干净整个小区，自然也会把他们一并收拾掉。到时候再想办法把安全屋给拆掉，搬运到其他地方。安全屋的质量非常坚固，张毅目前的打算就是寻找大量的炸药，对整栋楼进行爆破。而安全屋内的其他东西可以收纳静谧空间内。至于安全屋的外壳是轻盈坚固的航空金属打造的，哪怕是坠落到雪地之中，几乎也不会发生损毁。毕竟这玩意可是能够承受宇宙飞船从太空返回星球的摩擦力的。快了，解决这些家伙不会需要太长时间。张毅的脸上露出愉悦的微笑。不久的将来，他选择将自己的仇恨与痛苦埋葬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展开全新的生活。洗完澡之后，张毅裹着浴巾来到周可尔门前，帮他把门给打开了。周可尔面色羞红地坐在床上，笔直坚挺的大长腿死死夹着双手，仿佛在极力忍耐些什么。等到张毅一打开门，他低着头不敢看张毅一眼，就慌慌张张地冲向了厕所。张毅摸了摸下巴，莫非他刚刚是在……不可能啊，我最近都有喂饱他，不至于做到这种程度。很快，张毅就听到了清晰的水声，他恍然大悟，这才一拍脑门，给他关了1天了，肯定是憋坏了。他的嘴角露出一抹坏笑，他倒是挺讲究的嘛，都憋得不行了，还不肯用矿泉水瓶。不久之后，周可尔才一脸羞红的从洗手间里走出来，憋了太久，他似乎都有些虚脱了。张毅走过去，一手搂住他纤细的腰肢，一手握住他洁白的手腕。你还行吗？周可尔瞪大了眼睛，狠狠瞥了张毅一眼，仿佛在反问：我都这个样子了，你还来啊？张毅嘿嘿一笑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粗暴一点。周可尔狼狈不堪的模样，反而激起了张毅的兴趣。他不管周可尔此时的懊恼与尴尬，强行把他抱了起来，然后用力扔到了沙发上。很快，婉转悠扬的声音在屋内响起，伴随着高频率的打拍子的声音。原始的交流方式其实是很解压的，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张毅才能够忘记一切烦恼。就在张毅于家中享受着做人的快乐时，其他单元楼的楼长也拿到了手下送来的食物。看着那一塑料袋的食物，这些楼长们的表情各异，但是绝大多数都有些失望。10人份的食物仅仅是1天的基础分量，一个塑料袋就能塞得下。狂狼帮这边，王强不管身边的小弟，冲上去就把塑料袋给撕开，然后扒拉了半天，终于从里面扒拉出来一包金碗。王强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如获至宝的捧着那包烟。不光是他，周围的那些小弟们也是两眼发直，甚至开始蠕动喉头。这些家伙都是老烟民，因为末世的缘故，接近1个月没有抽烟了，人都快疯掉，脾气也无比的暴躁。现在看到有烟抽，能不激动吗？旁边的2把手肖路忍不住说道：老大，这包烟能不能让我来1根？其他小弟见状也壮着胆子开口：老大，给我们也来1根吧，我们都快要憋死了，再不抽烟，想死的心都有了。王强的眉头顿时一皱，面色变得不善。如果分出去，面前这些人就得分掉半包。可是当他看到这些小弟布满血丝和疯狂的眼神时，心里面也是吓了一跳。思考了一下之后，王强说道：这些香烟来之不易，都是我费尽心思强迫张毅必须给我带的，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，所以我可以让你们过过瘾，以后都给我好好干活。下面的小弟啥也听不进去，总之王强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，只要能抽到烟，让他们干啥都行。王强咬着牙，一根根给他们散烟。散烟的时候，他的手都是抖的，心里面更是在滴血。那些狂狼帮成员接到烟之后，立刻激动的开始借火点燃，然后眼含热泪的去一旁吞云吐雾。只有老烟民才会明白，这一刻他们是有多么的幸福，就好像是酒矿的寡妇遇到了精壮的小伙一般快乐。但美好的时光毕竟是短暂的，一根烟没过多久就抽完了。王强早就把那半包烟塞进口袋里，他要留着自己抽。看到其他人幽怨的眼神，他假装没看见。王强打开塑料袋，看到里面装的东西都是一些质量堪忧的面包、饼干等物。然而在他眼中，这玩意可是久违的好东西。天知道他们吃了多久的烧烤了，就想吃点正常人类吃的东西。咕嘟，王强吞了口唾沫，没有着急去拿面包，而是朝一个小弟招了招手。那个小弟茫然的走过去，就见到王强拿起一块面包，笑眯眯的递给了他。徐毅啊，你身子骨最弱，你先吃。